iPhone 16 Pro Max 也是用了1个月了。这个月呢，我带着它去了一趟北海道的家族旅行。中间呢，除了测试它的相机还有新功能之外，也有实测它的续航力，看它在外面拍整天到底够不够用。刚好这次的新功能 4K 120 frame 也是主打的项目之一哦，非常适合拍摄北海道的自然风景。所以呢，我就想说，今天这部影片我们就一起来看用 iPhone 16 Pro Max 实际拍出来的成果，一边呢回顾一下我在旅游过程当中使用它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或是感受吧。那这次旅游蛮衰的，就是一直在下雨。我们去了5天，有4天都在下雨。而且原本想说10月初要去那边看红叶的，结果很少。那在这种天气情况下呢，其实对测试 iPhone 来说并不是很极端的情况，就大部分的光线都是非常柔和的。所以等一下大家也会看到，其实跟15 Pro Max 实际比较上面差距真的是非常小。就是一般人如果你没有在关注手机或相机的话，真的会分不清楚哪一个是15 Pro Max， 哪一个是16 Pro Max。那我觉得硬要说的话，我觉得人像的肤色16 Pro Max 会比较偏红，但是在其他的色调啊、对比等等呢，可以几乎说是一模一样。那在这一趟旅程拍照过程当中呢，就有发现它少数的优点之一就是发热的情况变少很多。就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之前15 Pro Max 光是打开相机，它就可以发热而且不用很久，就是可能1-2分钟，它就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在那边发热。可是这次的旅程呢，我真的大量的使用相机，没有在客机，就是拍影片啊、4K 120 frame 这些呢，其实都是非常会发热的功能。但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我觉得它从来都没有发烫过。当然拍一拍呢，它变得有一点温温的，是一定会有的。可是它并不是一个持续性的，甚至变烫的状况，而且它恢复的非常快，所以就是这一代散热是真的改版蛮有感的。那我非常幸运，就是我发热没有遇到卡顿的问题，但是因为我们工作室有其他2个人也是换16 Pro 系列嘛，那他们就说呢，这次发热它会用卡顿来取代萤幕降亮度，但是很神奇的就是你当下虽然卡顿，但是录完的影片是顺畅的，所以就是给大家参考一下咯。那这次的行程呢，看了很多动物还有自然景观，毕竟北海道就是好山好水嘛，刚好呢，我觉得16 Pro Max 非常适合用来拍动物还有自然景观哦。因为动物呢，就是你不能很近的去看它嘛，你一定会吓到它。那这个时候呢，就非常适合使用5倍镜。5倍镜非常适合用来偷窥小动物。好了，大型动物也很适合啦。那给大家看看我这一趟最得意之作呢，就是这一只豹。就是刚好我在拍的时候，非常幸运的，它就突然抬头，然后看向远方。不然其他时间其实看到它都是在睡觉的。我觉得这几年拍了很多手机测评，这个拍照功力真的有提升另外再加上这一次新的 4K 120 frame 慢动作拍摄，我真的会以为自己在拍 Discovery。那前几个礼拜呢，我就是带这一支 iPhone 16 Pro Max 去北海道。那出国呢，就是希望 iPhone 也要美美的嘛，但是也非常怕它摔到那我这次出国用的就是这一款来自德国的 Laut 他们家的磁吸360支架军规耐冲击保护壳。我这次选的这个白色 Pro Max 搭配他们的抗黄透明设计非常适合，我个人就是非常喜欢透明壳它上面还有这个超实用的 MaxBeam 360度旋转磁吸环，它不只支援可以用 MagSafe 充电，它可以当成支架使用。就像我平常工作呢，我就会像这样子摆在桌上当成时钟，或者是我要用它来查资料也非常方便，而且它非常耐用，就是经过测试可以折叠超过1万次也没有问题。这款壳还通过了美国军规防摔认证，可以防21英尺的摔落冲击。那 Laut 他们也有另外一款磁吸360支架款，这个是简约耐冲击保护壳，它有独家专利耐冲击科技，能有效将冲击力分散到每一个角落，也通过了14英尺军规防摔测试。它整体的设计呢，走一个简约雾透的背板，然后它的亲肤材质手感非常好。那一样大家看到呢，它也有这个 MaxBeam 360度旋转支架，这个支架同时也有支援磁吸功能，不管是日常使用啊，或是追剧都非常方便。但如果你是追求极简风格的话，他们有推出这个没有支架的版本，就是磁吸简约耐冲击保护壳，它一样有专利耐冲击科技，然后雾透背板跟亲肤的材质，支援 MagSafe 还有气无线充电。如果你今天是追求一个极简风格，但是又不想牺牲保护力的话，非常适合这一款。那喜欢透明壳的人呢，也千万不要错过他们的磁吸晶透保护壳，通过了500个小时的抗黄还有老化测试，重点是它超级轻，才37公克，几乎跟 Apple 原厂壳一样轻。它抗黄又可以秀出 iPhone 的新色，然后呢，一样也有支援 MagSafe 磁吸功能。另外，Laut 他们有推出这种今年超级流行的独角兽渐层色，这个是磁吸炫彩保护壳，它上面这个高透光炫彩超级好看，整个少女心大爆发。还有支援 MagSafe， 还有气无线充电，同时呢，它有通过10英尺的军规防摔测试。
最后呢是这个磁吸手绳耐冲击保护壳，然后这边很特别，就是它还附了一个手绳哦。那它这边呢是可以替换这个吊绳的边角，它也提供了4.2公尺的防摔保护。不管你是喜欢时尚外形还是简约轻薄 ，Loud 手机壳的选择超级多。现在就赶快点击下方链接，看看哪一款手机壳最适合你吧。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北海道的北湖牧场。那北湖在日本文化当中扮演的是神的使者，所以常常在一些节庆啊或是装饰当中看到狐狸的元素。所以日本人对狐狸算是有特别的感情的。这一次呢，也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狐狸，而且这个牧场非常特别的是，它完全没有栅栏，你就是跟它面对面呢。它是一个全开放式的牧场，然后你一定很好奇狐狸的味道，对不对？你一定会以为是狐臭，对不对？错了，狐狸的味道就是很浓的动物味，就像狗有自己的狗味嘛，那狐狸有自己的狐狸味，就是非常的浓郁这样子。那这么短的时间相处呢，其实还没有办法体会到狐狸那种聪明啊，然后狡诈的个性。但是从那个牧场的标示就可以看得出来，案情不单纯。就是首先呢，这个牧场是禁止人蹲下的，就是可能会怕它过来攻击你，或者是把你东西咬走。然后非常有趣的就是在门口上面有一张非常大的标示说，一定要把门关上，不然狐狸会逃走。我非常相信一定有发生过。不过在里面的狐狸看起来都是蛮开心的啦，就是悠游自在的感觉，算是一个还蛮特别的经验。那再来我们来看到自然景观的部分，这次呢我们去了非常多的国家公园，那我觉得它拍起来也是非常好看，就细节什么的处理都非常好。但是你说要跟 Super Max 比起来的话，我觉得差异真的很小欸。那我们这次行程呢，其中一天入住了星野度假村。那我觉得这度假村很特别，就是它的建筑都非常厉害。大家可以看到呢，从他们的餐厅、游泳池到教堂，它都是走一个极简线条的风格，而且它都采用了大面玻璃，而且挑高的设计，整个看上去就会非常的清爽，然后有设计感。那大家看到这个漂亮游泳池，一定很好奇我有没有下去玩，对不对？这边就要讲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就是我们行前呢就知道这个游泳池非常厉害，然后我们全家人都已经备好泳衣，就还特地去买泳衣。我就想说，我们这次一定要玩到这个游泳池，因为这个游泳池就是有人造海浪。的确呢，到现场看真的是超级漂亮的，它整个设计会让人有一种很宁静的感觉，然后现场还会放一些很放松的音乐。如果是你看到，你一定也很想下去吧？但是，真的就是这个但是。就是我们抵达那个度假村的时候已经是下午2点了，然后那个游泳池只开到8点，那个导游直接叫我们去吃饭。然后这边解释一下，那个度假村点到点都非常远，就是我们住的地方跟游泳池还有吃饭的地方都非常远，就是要搭接驳车。然后导游完全没有告诉我们，就是你可以先去游泳池之后再去吃饭，他就直接默认我们这整团完全没有人要去玩那个很漂亮的游泳池。而且我们事前是有跟他提过这件事情的，就是我们有跟他聊到我们想要去玩游泳池这件事，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带着遗憾离开那个地方。在游泳池那边干瞪眼。Anyway， 就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不过呢，我们后来去参观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教堂，一扫了这个遗憾的心情。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日本知名设计师安藤忠雄他的教堂3部曲之一的水之教堂。它跟我以前参观的所有教堂都不一样，是一个非常现代感，然后干净清爽的风格。在里面就是会有一种沉淀心灵，然后洗涤心灵的那种感觉。不过这个教堂呢，其实主要是给日本人包场办婚礼用的，所以一天只有开放1个小时给旅客参观。所以现场人又非常多，所以就是比较仓促的参观完毕这样子。然后参观完教堂之后呢，我竟然有一个超级大的发现，意外发现 iPhone 对着天空拍照，拍到超级多星星。就是现场你用肉眼看，其实星星没有到那么多，但是 iPhone 夜拍拍出来超级多欸。大家看那个是银河吗？太夸张了吧！所以如果大家有出去玩啊，就是有过夜什么，然后天气刚好很好的话，一定要拿出你 iPhone 对着天空拍照，有时候真的会发现一些惊喜。再来呢，我们来讲到续航的部分。这趟旅行呢，我也有好好的测试它的续航力。那因为我们是跟团的关系呢，所以早上大约都是6、7点出门，就是非常早。然后中间呢，我就是完全不充电，然后看它可以用到几点这样子。那详细的数据呢，我们第一天因为都在搭飞机嘛，我们就先略过。那第2天呢，就开始有趣咯。那这一天呢，我就是从早上7点，然后用到下午5点半，因为我们那天比较早到饭店。那在充电之前呢，我就看了一下电量剩下23%。那这样换算下来呢，总共是用了10个小时半，所以整个100%续航力大约是可以维持13.6个小时哦，还 OK 啦，13.6 OK 啦。
但是更精彩的是第3天跟第4天哦，就是第3天呢，我是从6点半到晚上到饭店是10点半，我用到剩下3%。那我之前第一印象呢是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够用，因为说你晚上又要再出去啊，然后中间完全没办法充电怎么办？但是考虑到我们旅行团其实太早出门了，就是一般人自助旅行根本就不可能那么早出门，所以呢，就是还是要帮他平反一下，他的续航力整体算下来还是有16个小时。而且还有一件更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去看是什么 app 在耗电，结果 Instagram 超高的就是相机用了35%还算合理嘛，但是 Instagram 竟然用了21%。我是会滑 Instagram， 但是我没有滑很多啊。然后后来就有一些留言，还有其他人都跟我说，真的 Instagram 很耗电还有一个留言很好笑，他就说，所以旅行的时候把 Instagram 删掉就可以多21%的电力，好像也很有道理那我们的电量测试呢还没有结束，就是隔一天它的续航力也差不多，就是整体换算下来大约也是16小时的续航力左右。但是这一天呢蛮特别，就是我 Instagram 的耗电量竟然超越了相机，所以大家如果发现最近掉电掉特别快的话，可以稍微关注一下是不是 Instagram 在偷偷吃你的电，但它有可能在背景运作的时候也一直在耗电就是可能偷偷在听我们在讲什么吧。那再下一个16 Pro Max 很值得提到新功能就是摄影风格档。那这个功能呢，我们在相机教学那一集讲了非常多，而且非常细。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先点右上角去看一下。当然，我觉得这代16 Pro Max 它相机指出就非常好看，但是肤色拍出来我就是真的没有很爱。那这个时候呢，风格档就非常好用，就是除了你今天可以调你是冷皮暖皮之外，你还可以稍微调一下对比，让它锐化不要那么严重，然后皮肤看起来就会更好。但是这个月下来呢，我有观察到它室内跟室外的照片套用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就我觉得在室外光源套用下来会比较自然，然后好看。我不知道是因为室内光源很乱还是怎样，每一次我室内可能自拍完然后套用这个风格档，皮肤都会看起来很脏，就套上去肤色变得很奇怪。然后我甚至觉得没有套用风格档还比较好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觉得啦。但是撇除这个问题呢，我真的觉得这个风格档会是旅游拍照非常好用的功能，尤其是针对女生那接下来我们来讲到一些16 Pro Max 遇到的问题。首先第一个呢是大家都有遇到的是触控有问题，就是我们工作室3台16 Pro 系列全部都遇到，例如说你今天按边缘它就会突然按不到，然后你可能要按个4、5次它才会选到这样子。我一开始以为是我自己的问题，结果发现所有人都有这个问题，不会说非常困扰，可是就有一点阿杂的感觉。然后再来第二个问题呢是拍夕阳会宕机，这个我自己没有遇到，可是我们工作室其他2个人都有遇到，就是只有在拍夕阳的时候它才会顿点这样子。但是很奇怪的就是你当下看到它顿点，可是你拍完的影片是顺畅的。我觉得这有可能是它相机演算法在当下处理的时候有问题，就是有 bug 之类的才会出现这个顿点。所以如果大家有出现类似的情况的话，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讲了那么久，我怎么还没有提到相机控制按钮呢？毕竟这是今年主打的功能嘛。那我老实跟大家说，我还真的没有用到呢，就是我还没有习惯用它来开启相机。但我们工作室的摄影师就是很快就习惯用它来开启相机，而且他觉得很好用，所以就是看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啦。至于这个按钮里面的功能，就是一些放大景深什么的，我觉得真的用不到就这些东西其实画面上面都有啊，然后你用那个按钮是要调到什么时候，反而更慢。所以这样整体看下来，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次16 Pro Max 有什么想法。我个人是觉得真的升级有限，例如说相机跟上一代根本就差不多，然后软体上面有什么新功能吗？好像也还好，可能比较有感就是散热升级吧，就是真的比较不会发热。但是你会称那个为升级吗？我觉得比较像是问题改善吧。那我觉得会这么尴尬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代 iPhone 其实是想要主打 AI 的，但是非常明显他们的 AI 还没有 ready， 所以就会显得这次16 Pro 系列好像根本就没有更新，就是硬体上面加了一个相机控制按钮嘛，然后没了。By the way， 这颗相机控制按钮本来也是一颗 AI 按钮相机只是顺便的，因为 AI 还没有上线，只好拿相机先出来当。然后中文化的 AI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推出，搞不好推出的时候 iPhone 17都出了。然后其他就加一些无关紧要功能，什么 4K 120然后专业级麦克风，就是比较小众的一些功能。所以这也导致今年的市场真的蛮明显，就是兴致缺的，就整体对于 iPhone 16的讨论度真的是蛮低的。我觉得数字系列应该会蛮有感，因为数字系列的升级，我觉得这次是比 Pro 还要多的。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什么灾情啊，或者这次有什么新功能你非常喜欢，也欢迎跟我分享。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